青梅倾尽一切为他的白月光买了分数递增系统，每一次考试他都会比我高50分，7次联考以后他就能完全置换我的分数。四模成绩刚出，班主任就在群里艾特全体成员。哇，陆景轩居然又是断层第一，4次考试了，回回高50，我怀疑轩哥在控分啊，是不是怕伤到某些人的自尊啊？哈哈哈，那必是啊，轩哥绝对妥妥的状元，苟富贵勿相忘啊。陆景轩低调回复：谢谢各位同学，我会继续保持的。林若曦也在下面真挚回复：只有你才能拥有最好的。偷来的东西还这么炫耀，我淡淡回复：确实被伤到了，不然我先退位，明年再战。消息刚发出，林若曦的电话就打来了。顾晨风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景轩比你考得好，你威胁谁呢？没威胁谁，不想考了行不行？我家有钱，你管得着吗？许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再次开口时带着一丝讨好。顾晨风，我这也不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吗？是不是状元不重要？听着他虚假的安慰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想到第3次模拟考以后，陆景轩的成绩还是比我高50分。前几次我只觉得是意外，那一次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学习。那天我翘了晚自习来到天台，却正好听到林若曦跟他爸的对话。爸，阿轩已经连续3次年级第一了，照这个情况下去，他一定会是高考状元，到时候你可不能反悔。若曦啊，顾家那小子毕竟是你从小玩到大的，你非要这样对他吗？谁让他仗着自己有点头脑有点钱就瞧不起别人，凭什么一切好的都在他身上？我从小到大的零花钱都用来买这个系统了，只要7次联考结束，高考时阿轩就能置换顾晨风的分数了。我就要让他明白，他的一切不过如此。他最看不上的人拿走了他最看重的成绩。我顿时如坠冰窟，我的成绩一直都是第一，做题做多了肌肉记忆，我没办法用常规思路给他教，就变成我不愿意了吗？我说怎么从那时候原本对我冷淡的林若曦突然开始主动跟我说话，原来都是一场骗局。小时候爸妈总是不在家，我就一个人坐在门口偷偷哭，她站在路灯下安慰我，想哭就哭吧，但你是男子汉，哭一次就够了，不能总哭。随后伸出手拍了拍我的头，像妈妈一样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天知道我是怎么忍着不擦掉你弄在我手上的眼泪和鼻涕。不知道那时候出于什么心理，一句话，一个安抚的动作让我记了很多年。他明媚阳光，陪我的时间甚至比爸妈都久。我以为他会永远站在我身后，直到陆景轩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陆景轩是高1下学期转来的，学业突然的繁重让我应接不暇，我只能通过不断的刷题来积累经验点。陆景轩自从转来从未认真听过1节课，每次自习都自作主张换座位到林若曦旁边，逗得林若曦花枝乱颤。我知道林若曦家里对他有多看重，适当的提醒了他几句，让他不要打扰别人。谁知他居然直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假装委屈。顾晨风同学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道我这种卑微的底层人不配跟你们说话，可我只是想有个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那是我跟林若曦第一次吵架，也是从那以后林若曦开始单方面的不理我，直到前段时间她突然开始跟我说话，还在我每次考得不好时安慰我。原来打的这个算盘，好啊，你们想玩过家家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见我不语，林若曦更加着急。顾晨风，你可千万不能放弃，考不好你就得更加努力，我相信你会重回巅峰的。可惜已经这么多次了，我努力这么久还是比不过那个成天打游戏聊天的，我真不想学了。顾晨风，你就算不为了你自己，也要为你爸妈考虑啊！而且还有我啊！有你什么？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大学啊！我嘲讽一笑，没想到林若曦为了让我考试，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是吗？是啊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一定拼尽全力答题，好不好？我突然觉得好没意思，随便嗯了几句挂了电话。其实林若曦想多了，我从没想过放弃高考，相反我还要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一切呢。第二天刚进教室就看到好兄弟赵明远和陆景轩起了冲突。装什么？谁不知道你之前成绩都是垫底的，怎么一下还成第一了？我怎么可能超顾晨风的？他可每次都比我低50分呢，他配让我超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这样说我兄弟？抄袭还超出优越感了是吧？你怎么不说是顾晨风抄我的，防止被发现每次少超50分的？话音刚落，周围同学看我的眼神都变得不对劲起来。是啊，这样就说得通了，不然陆景轩怎么会每次都比顾晨风高50分呢？我说某些人怎么成绩那么稳定，原来人家有专业的方式啊！真不知道谁在说谎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有几个同学站出来试图拉开他们，刚才还旁观着这一切的林若曦登时冷漠开口：顾晨风，事情怎样都是因你而起，你快给阿轩道歉，否则我不介意把你的好兄弟告到校长那儿去。赵明远一直都是班里的小透明，坐在我后面时不时抄我的作业，借我几根笔。我跟他的交情实在算不上深，可他却愿意这样帮我，我不能让他陷入危险。我犹豫之际，林若曦再次开口：你如果不愿意的话，事情闹大了，你的事儿就瞒不住了。大家都知道我跟他青梅竹马，他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，基本直接坐实了我抄袭。周围同学的目光更加鄙夷。什么？原来这学霸的名头真是偷来的，亏我刚才还有点相信他呢，真是晦气。神气什么？有本事高考你也抄啊！别最后只能上个大专。我冷眼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我没想到她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却还是选择站在别人那头，甚至还想当众给我难堪，替她的白月光报仇。那我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，让一切早点结束吧。对不起。赵明远还想发火，被我制止。行了吧，
没什么可计较的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陆景轩骄傲的转身，回头还不忘揶揄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回复。装吧，装得越大摔得越狠。随后起身去了老师办公室，为了验证他的系统，第5次考试时我故意少答了几道题，结果总排名直接下滑至10几名，陆景轩的名次也跟着掉了下来，但他的成绩仍旧比我高50分。我明白了，他的置换系统是将我整个卷面置换，只要我没写的他就一定不会写。很好，那我就慢慢陪你玩。后面的日子我仍旧努力备考，可联考的成绩依旧比陆景轩低50分，同学们都觉得我没救了，被戳穿了还要继续装模作样。我沉默回应，直到高考这天，看着一道道熟悉的题目，我开始奋笔疾书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，很快就做完了那些题。老师，请问现在可以交卷吗？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，我缓缓起身交卷离开。每一门我都是第一个出考场的人。陆景轩一点不在乎被我抢了风头，反而激动的直接跟林若曦官宣了。林若曦为了给陆景轩排面，甚至直接包了酒店，叫全年级同学公开查分。一众记者师生汇聚一堂，林若曦为了炫耀，特地让校方申请了不屏蔽处理。我们成绩依次排开，轮到我时，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：顾晨风疯了吗？就算一直是作弊，也不至于一道题都不会吧？林若曦激动地揪着裙边，眼底的兴奋溢于言表。在同学们一阵嘲讽中，她继续将兴奋的目光转向陆景轩。成绩还没查，陆景轩脸上满是胜利的喜悦，能让我丢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胜利。随后林若曦面向各位同学一脸沉重地开口：同学们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骗了大家。对不起，顾晨风同学，我不能再听你隐瞒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顾晨风，你平时成绩怎么来的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其实顾晨风一直都是个废物，他靠着家里有钱逼迫陆景轩同学给他答案，要不是后来我发现了，陆景同学还不知道被他欺负成什么样了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林若曦颠倒黑白的指责和周围同学鄙视的目光压得我喘不过气。陆景轩也在一旁假意抹泪。是的，同学们，这件事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任何人。刚转来的时候，顾晨风跟我是同桌，每次我写卷子他都要监视我，知道我成绩很好以后，他就逼迫我给他答案，否则就找人打我。最开始我也不愿意，可我实在没办法，就只能装成无所事事的样子。对不起大家，欺骗了你们。同学们被他的话深深刺激，有几个义愤填膺的围了上来，推搡着要我给个说法。我正欲开口，坐在台下的班主任突然站起来替我说话：林若曦同学，我想你误会了，顾晨风同学他根本不需要抄袭。谁知林若曦根本听不进去，甚至直接诬陷班主任。李老师气得脸色发白，周围乱作一团。看着一生清廉正直的老师被他们这样诬陷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站了出来。随后我站上台，目光直视陆景轩。我是废物，那你如何证明站在你身边的这位不是废物？林若曦跟他关系那么好，都看不下去了，肯定是真的啊！林若曦在其他同学的簇拥下输入准考证号，回车键按下的那一刻，陆景轩的分数赫然出现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陆景轩又点了好几遍都是0分，一旁的林若曦不可置信地推开陆景轩，重新输入账号密码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是0分呢？是不是网络不好？成绩内栏赫然写着0分字样，周围顿时鸦雀无声，随后满是不可置信。随后林若曦颤抖着输入另一个同学的号码，成绩却不是0分，然后再次输入陆景轩的准考证号，大大的0分赫然挺立。这一次林若曦再也忍不住了，冲到我面前，情绪激动地质问：你知道了对不对？你知道了对不对？我被他推得难受，往后退了2步拉开距离。是你怕自己作弊的事被发现，所以买通了上层领导，对不对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没有与他纠缠，而陆景轩也心虚地看着台下的人。同学们，这不是我的真实成绩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我在学校你们知道的，我每次都能考第一。可是也不可能2个人都是0分啊。那顾晨风平时不是挺努力的吗？最后他们还是将怀疑的目光落在了我头上，林若曦也顺势栽赃。同学们，资本有时候真的很厉害，就连我也是资本的一环。顾晨风从小就是个坏蛋，没人愿意跟他玩，他就花钱让我爸妈逼我跟他做朋友，朋友都能买来，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？其他同学闻言看着我的样子略带同情，怪不得平时我很少出去玩，原来我根本就没朋友。我没想到林若曦居然连这个都能说谎。小时候他爸妈为了投资，散尽家财在我家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，也是他爸妈多番打听下知道我家情况，让他来找我。我以为他是我的白月光，殊不知他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带有目的性的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真相，只是那时候我觉得那些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真的陪在我身边。林若曦知道真相后哭着喊着要离开，她觉得我会看不起她。那时候我答应她，我不跟别人交朋友，我只要有她一个朋友就够了。这么多年，任谁跟我示好我都视而不见，久而久之传出我非他不可的谣言，就连爸妈也看在我的面上给了他家很多项目。他吃尽了我家的红利，如今却这样抨击我。与此同时，一批警察绕过人群走了进来。请问谁是陆景轩？看到警察，林若曦立马冲了过去，握着警察的手控诉：你们来了，快，这里有人高考作弊！为首的警察皱了皱眉，跟林若曦保持距离。是的，我们确实核实到你们学校有人作弊，不过是叫陆景轩。随后警察走到陆景轩旁边把他带起来，陆景轩这才缓过来一样用力挣扎。不是我，作弊的是他，顾晨风。眼看陆景轩就要被带走，我站了出来。警察同志请稍等，我有证据让大家明白真相。
随后我示意工作人员投屏当天我在考场上的监控，还有陆景轩答题的样子。监控画面里我奋笔疾书，每一题的答案都清晰地显示出来。反观陆景轩这边，他不仅没有好好答题，反而还在试卷上乱写乱画。此时谁该零分已经不言而喻了。林若曦愤怒地冲到陆景轩旁边质问：你是蠢货吗？装模作样写几个字都不会吗？警察坚持带走陆景轩，林若曦很快反应过来，就算监控说明他没有在答题，那也只能说明他的零分，不能说明他作弊啊！同学们见林若曦说的有道理，警察也松口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警察，只有我一脸轻松。林若曦走到我旁边，低声怒道：卷子你明明答了，为什么阿轩的成绩是0分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是的，他们看得很仔细，只不过有一点他们漏了。我在答题时用的笔出了一点状况，因为我太过紧张，拿错了笔，用的不是高考专用的黑色签字笔，而是一种特制的笔。这种笔写出来的字迹只能保持几个小时，之后就会慢慢褪色消失。而更让陆景轩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置换系统把我整个卷面都换走了，包括我在每张卷子最后写下的那句话。我在最后用黑色签字笔写着：我是顾晨风，谁的卷子下面有这行字，就说明他的成绩有问题。你们要玩，那就玩到底。我的名字出现在你卷子上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警察核实结束，确认陆景轩的高考答卷与监控严重不符，属于违规行为，当场就带走了陆景轩接受进一步调查。一切尘埃落定，事情败露，林若曦还想拉我下水。就算陆景轩有问题，可也没有证据证明顾晨风没有问题啊！这时候一直休息的李老师站了起来。顾晨风同学根本不需要解释，他早在第3次天考结束以后申请了竞赛，已经被保送了。这一整场戏原来真相是这样的。那天的闹剧以林若曦他爸愤怒出现赶走所有人收场，事情发酵得很快，没过几天几乎全国都知道了这件事，铺天盖地的讨论接踵而至，只不过都不是对我的。网友把林若曦和陆景轩称为小丑夫妇，陆景轩、林若曦和他们家人的各种账号被扒出来，两个人恶意合伙欺负同学反被打脸。林若曦家公司的股票更是连着几天跌停，没过多久林若曦家宣布破产。原来他当初是用整个集团的未来换的系统，他把宝压在陆景轩身上，殊不知朽木连牙签都成不了。陆景轩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，把大部分责任都推在林若曦头上。陆景轩一家见林家有钱，更是每天跑到集团下面拉横幅，可惜直到破产他们都没拿到1分钱。陆景轩因高考违规行为被取消了当年成绩，记入诚信档案，失去了升学的资格。他出来后仍不死心，想去找林若曦要个说法，却被林家拒之门外。林若曦承受不住家庭破产和事情败露的双重打击，整个人状态每况愈下。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整天念叨着什么系统啊、人生赢家啊、赌注什么的。他爸本来就怨恨他输了整个家，看到他这个样子更是心力交瘁，最终把他送进了心理康复中心接受治疗。他进去以后哭着要见我一面，我念着小时候他曾陪过我一段时间的情，最终还是去看了看他。病房里林若曦再也不是从前那副高傲模样，她坐在窗边，神情恍惚，眼神空洞，头发有些凌乱，衣服上也有几处褶皱。说来也奇怪，明明是他有求于我，可他在我面前依然保持着那种高傲的姿态。说吧，见我干什么？凭什么你永远这副镇定自若的模样？凭什么你做什么事儿都有退路？凭什么同样只有6岁，而我要去讨好你？我就是要看你失败，我就是要拿走你最重要的东西。看着眼前情绪崩溃的女人，我内心唯一一点波澜也没有了，起身离开。我给她安排了最好的单间，专人看护，我想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此后再无瓜葛，后来他们的事也与我无关了。我在最高学府享受美好人生。9月的燕园，银杏叶开始泛黄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在通往宿舍的林荫道上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周围是熙熙攘攘的新生人群，有人兴奋地拍照，有人依依不舍地和父母告别，有人已经开始和刚认识的室友称兄道弟，一切都很新鲜，一切都很陌生。而我，顾晨风，终于站在了这里。从海城到京城1300公里，我用了12年的时间走到这一步，没有靠家里的关系，没有走什么捷径，就是一道题一道题做出来的，一本书一本书啃出来的。高考结束，各奔东西，没有人会真的在意别人的故事。赵明远考上了省城的一所普通本科，临走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。有些兄弟不需要天天见面，心里有就行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辅导员发来的消息：顾晨风同学，请在今天下午3点前到数学科学学院楼报到，领取新生材料包。我看了眼时间，下午2点10分，还来得及，把行李暂时寄存在宿舍楼下的保安室。我步行前往学院楼。边京大学的校园比我想象中更大，从宿舍区到学院楼要走将近20分钟。一路上我经过未名湖、博雅塔，这些在照片里看过无数次的风景，此刻真切地呈现在眼前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仿佛昨天还在海城一中的教室里埋头刷题，今天就站在了中国最顶尖的学府里。学院楼的报到大厅里已经排起了长队，我安安静静地站在队伍末尾，低头看手机。嘿，同学，你也是数学系的？我转头看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、头发有些自然卷的男生冲我咧嘴笑。应用数学方向。巧了，我也是，我叫江林，来自江城。顾晨风，海城。海城，好地方啊，听说那边海鲜特别便宜。还行吧，不如你们江城的热干面出名。行，改天我得带你尝尝正宗的江城热干面。办理完报到手续，领了新生材料包，江林提议一起去食堂吃饭。我看他热情高涨的样子，没忍心拒绝。食堂里人声鼎沸，我们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鸡腿饭确实不错，外酥里嫩，配上特制的酱汁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。对了，春风，你是竞赛保送的吧？什么竞赛？
数学。我也数学。你是1等奖还是？金牌。失敬失敬，原来是大神。不瞒你说，我是银牌，踩着线进来的。都一样，进来了就是同学。你这心态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这届数学系卧虎藏龙，隔壁宿舍有个哥们儿是 IMO 金牌，你什么水平？刚好够保送的水平。高二那年，当陆景轩还在教室里打游戏逗林若曦开心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自学大学数学的内容。每天凌晨5点起床，晚上11点熄灯，中间除了吃饭和上厕所，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刷题、看书、做笔记。班主任李老师知道我的情况，特意给我申请了一间小办公室，让我可以在晚自习结束后继续学习。陈峰，你要是觉得累，可以少刷一点题。不累。哪有不累的？只是有些东西比累更重要，比如证明自己，比如让那些想看你笑话的人闭嘴，比如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到更远的风景。开学后的第3周，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打了进来。那天下午我刚从图书馆出来，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是海城。我犹豫了2秒，还是接了。喂，陈峰吗？是李老师。李老师，您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就是最近事情有点多。春风啊，老师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一声那个林若曦的事儿。她在康复中心的情况不太稳定，前几天闹了一次，摔了不少东西。她爸妈找过我，想让我联系你去看看她。我说你现在在燕大读书，学业紧，不一定有时间，但他们一直求我说林若曦谁的话都不听，就想见你。陈峰，你还在吗？在。李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考虑的。好，老师就是传个话，你也不用压力，你自己的学业要紧，他的事儿随缘吧。挂了电话，我在图书馆门口的长椅上坐了很久。秋天的风有些凉了。林若曦这个名字曾经占据了我青春期的大部分记忆。10岁那年，他爸妈生意失败，是他自己走到我面前说：“陈峰，我们家没钱了，你还愿意跟我玩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又不是跟你的钱玩。”他笑了，笑得很灿烂，像是冬日的阳光。那些记忆太清晰了。那天在天台上，我的人生分成了2条路，一条是继续被蒙蔽，最终从高处坠落；另一条是清醒地站起来，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。我选择了后者。而现在，林若曦在康复中心里想见我。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，最终还是订了一张周末回海城的车票。不是心软，是有些话需要当面说清楚。周6早上7点，高铁从京城出发，4个半小时后到达海城。出站的时候，我深吸一口气。打车去康复中心的路上，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康复中心在城北，是一栋白色的5层建筑，周围种满了梧桐树，门口有一个小花园。几个穿着病号服的人在护工的陪伴下散步。我在前台登记了信息，一个护士带我上了3楼。林若曦在301病房，不过她今天状态不太好，你进去的时候说话轻声一点。我点点头，推开了301的门。病房不大，20平米左右，靠窗放着一张床，床头柜上有一个水杯和几本书，窗帘拉了一半，阳光从缝隙里照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窄窄的光带。林若曦坐在床上，背靠着枕头，双眼望着天花板。她瘦了很多，原本就纤细的身形现在看起来几乎是一副骨架。病号服空荡荡的挂在身上，头发倒是剪短了，齐耳的长度显得有些干练，但眼神是涣散的，像是看着什么，又像是什么都没看。林若曦，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，她的眼珠慢慢转向我，聚焦了几秒，然后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颤了一下。陈峰，你真的来了。她的声音沙哑，像是很久没有喝水。你说想见我，我来了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眼眶慢慢泛红，然后眼泪就掉了下来，不是无声的流泪，而是毫无顾忌的大哭，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。我没有走过去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那里等他哭完。大概过了5、6分钟，哭声渐渐小了，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叫你来的，我不配。你叫我来，就是想跟我说这些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他咬着嘴唇，犹豫了很久，才小声说：陈峰，我知道我不值得你原谅，但是我真的想跟你道歉，为所有的事情道歉。我说过，我已经不怪你了。不，你不明白，我不是说那个系统的事情，我是说所有的事情。从一开始我扮成你的朋友就是爸妈安排的，他们说你家里有钱有势，让我跟你搞好关系。我那时候才6岁，我不懂这些，我只知道跟你玩的时候很开心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懂了，我恨我的爸妈，也恨你，恨你什么都有，而我什么都得靠自己争取。我越来越不平衡，越来越扭曲，直到陆景轩的出现，我觉得找到了一个出口。当警察把陆景轩带走的那一刻，我没有难过，我甚至有点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装了，不用再假装喜欢他了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，我只是想用他来气你，让你难受，让你也尝尝什么都得不到的滋味。我沉默地看着他，这些话他在天台上也说过类似的，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里没有嘲讽，没有高傲，只有疲惫和后悔。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买了那个系统，也不是帮陆景轩作弊，是我在酒店里说的那些话。我说你从小就是坏蛋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顾晨风，
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是我最对不起的人。说完这些，林若曦捂着脸又开始哭。我站在那里看着她颤抖的肩膀，心里的那个结慢慢的松开了。是的，她做了很多错事，她背叛了我，陷害了我，伤害了我，但她只有18岁，一个被嫉妒和自卑吞噬的18岁女孩，做出了让她后悔一辈子的事。我不可能原谅她，但我可以选择放下。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说对不起的，做了就是做了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恨你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准备离开，她在身后喊了一声，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你会幸福的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我没有回答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走廊里很安静，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。外面的阳光很好，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，有几片飘落在地上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吐出。结束了。这段从6岁到18岁的故事彻底翻篇了。回到燕京大学后，我像是卸下了一副重担，整个人都轻快了起来。学习、社团、运动、社交，我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新事物。江林成了我在燕大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去上课，一起去图书馆刷题，一起在食堂吃饭，一起吐槽学校的某些奇葩规定。陈峰，你说咱们数学系毕业以后能干啥？当教授，搞科研，进金融行业，做数据科学。得，我问错人了。你是那种干什么都能成的，我就不一样了。我觉得我毕业就得失业，那你得加把劲了。加什么劲儿？我这不是在抱大腿吗？你要是以后发达了，可别忘了兄弟我。行，到时候给你安排个看大门的职位。顾晨峰，你够了！这样的日常平淡而充实，有时候我会想起赵明远，不知道他在省城的大学过得怎么样，应该不错吧？他那种性格，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。有时候我还会想起林若曦，不是思念，而是反思，他为什么变成了那样？嫉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吞噬他的？是6岁时爸妈让他接近我的那一刻？是10岁时发现自己的家庭永远比不上我家的那一刻？还是16岁时陆景轩的出现，给了他一个发泄的出口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我不会变成他那样，因为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有自己的山要爬，没有时间去嫉妒别人，也没有精力去仇恨别人。考试周结束的那天晚上，江林拉我去喝酒。恭喜啊，庆祝你们解脱！还没出成绩呢，说什么解脱？管他呢，考都考完了。春风，说实话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来燕大呀？是不是跟想象中不太一样？比我想象中更好，因为在这里，没有人会在乎你是谁家的小孩，没有人会因为你考得好就嫉妒你、陷害你，大家都很厉害，也很努力。这就是顶尖学府的意义吧？不是让你觉得自己有多厉害，而是让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比你厉害还比你努力的人。春风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你都上大学了还单身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白月光之类的？月光这2个字让我想起了林若曦，她曾经是我的白月光，照亮了我整个少年时代。但后来那片月光碎了，变成了满地的碎片。不过没关系，天亮以后月光就不重要了，太阳会升起来，照亮整个世界。没有白月光，我的光在前面，不在后面。江林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又开了一瓶啤酒。行吧，反正我不管，我得给你介绍对象，不然你这个性格一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。我看着江林一脸认真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这就是大学吧，有更好的平台，更强的对手，更真的朋友，还有更远的未来。